我不做了，我不做采访了。生活不能没有谈资，谈资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妍希。谈资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柯宇。来聊，先来就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这一位是陈妍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这位是周柯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是的，在《狙击蝴蝶》当中呢，他饰演了一个叫岑金的角色，是我饰演的这个角色的，我喜欢的好姐姐。对，在《狙击蝴蝶》里面，他饰演的是礼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弟弟，然后等于是在我非常黑暗的时候有他温暖的陪伴，然后带我走出了那一段处在深渊的时期。我是他黑夜里的一束光，黑夜的一束光。你觉得就对方跟角色的相似度有多少？不多不少，我记得基本上99.99999%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姐，是吗？对。我觉得弟弟跟礼物其实相似度还蛮高的，因为我觉得礼物身上有一个特质很特别的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天才与白痴一瞬间。什么？就是他是在戏中礼物是一个资优生。就是他其实是很优秀的，但是里面又常常在戏里面，我就会说你是不是傻子？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傻。所以你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愚蠢的行为，天才与白痴一瞬之间。就柯宇，就是你不要看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很聪明的，有时候又瞬间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可能在片场他就自己一个人才开始玩起了枪战，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这叫什么？叫什么？大智若愚。不是大愚若智吗？什么大愚若智？我聊不了了，我走了。今天就是我一个人在。所以弟弟不认同是吧？但我同意他说的，我赞成他说的，也是比较了解我的嘛。一般只有比较了解我的才能发出这种言，对吧？是的，是这样。看大家都说这部剧就情感很细腻，那你会觉得？非常。憋半天以为说什么非常，就没了，就非常。我等你的发言。情感是很细腻啊，但我觉得这个要归功于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的导演黄天仁先生。黄天仁先生真的是非常情感细腻的一位导演。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两个有一些吃完饭散步拉手逛街的这种戏，他都会上来跟我们说，他说等一下开始之后呢，你们两个走路的速度一定要很慢。对，我说为什么导演？弟弟就像在赶火车一样。对，他腿又长，你知道吗？走得超快的。不是因为比如说开始说你们两个要从这儿开始要走到那儿，我如果不走这个速度，我走不到那儿，我台词都讲完了，对吧？然后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很慢，然后我有时候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啊，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和喜欢的人一起走路是不想就是很快走到那个目的地的。对，而且他以前是做摄影的，所以他也其实很会用很多镜头语言帮我们体现很多那种很细腻的感情，对吧？当然了，还有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表演所在。是的，没错，就是黄天仁导演他的谈恋爱的氛围，他的氛围感掌握的非常非常好。你有跟他讲过这些夸赞？当然，是吗？对，我对黄天仁导演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见人就夸。你当面夸一下。好，当然，我觉得夸人一定要当面讲，才能让对方感受得到。对。最初的那个场面，第一次见面的场面嘛，就是在公司里面嘛，然后他们就是介绍，我知道，但是就可以。那不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司啊。第一次见面在村里面。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不是，你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第一次，戏里面第一次见？这理解能力，你瞧瞧。我要再说一下礼物跟周柯宇之间的不同，就是礼物真的是比周柯宇乖多了。然后我们看这路透就已经有很多吻戏了，那就拍亲密戏会不会感觉到害羞？不会啊。当然不会了。现在就是真的很会说当下换任何一个采访我也会这么回答的。那我来说吧。没有了，就可能因为一开始拍摄的时候，弟弟的确还是吻戏的经验不是那么多，所以相对会比较害羞一点。但是到后期，因为我们这部戏真的相对来说吻戏比较多一些，所以到后面他其实已经可以很好的掌握了。对，
是的，都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确实，这一部戏的吻戏和就是亲密戏的戏份是挺多的啊，所以其实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所收获，会学习到就是这有什么好笑的？对啊，很正常啊。是。对啊。我看毕业之前采访的时候是提到已经开始害羞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什么时候害羞过？其实耳朵还是有一点。没有，不害羞。毕竟就是我们知道也首次拍这么大体量的亲密戏，拍之前呢就向姐姐学习一下。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走戏的过程当中会沟通很多这种东西，包括我们俩跟导演一块儿。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是跟我学习，我觉得还是在演的过程当中吧，然后就是试出来的那些感觉。对，我顶多在旁边就只能说，弟弟你要加油，你加油，你等一下不要紧张，你要坚强。你等一下，对，因为黄先生有的时候他真的他一过来跟我说一个东西，我都惊了啊，还能这么来。包括还有一场戏，就是戏里面没有要吻的，黄先生是想要让他直接就是吻，然后不要告诉我，结果他一来就先告密。黄先生说：“我不是说叫你不要跟他说吗？”一来就先讲。等一下，这场戏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场戏是我们两个吵架，就是情感非常大开大合、很严肃的一场戏，严肃到我们需要提前。在开 action 之前就需要进入准备状态的这种程度啊，大家都很严阵以待，每个岗位都很严阵以待，摄影啊、灯光啊、导演啊、录音啊，第二遍的那个能量就会不一样。对，大家都在很珍惜等一下开始要演的这一遍，所以其实把所有的精力都注入在这一遍。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时刻，黄先生过来跟我说，他说：“弟弟，等一下你们两个不是要吵架吗？”对，他说吵的时候，吵到后面你们不就是吵得不可开交了，对吧？然后说他说在这个时候你要亲他，我说哦亲他，但是剧本上没写，他说没不用管听我的，你要亲他，然后说哦好的，然后走戏我们就吵到那个他说的地方之后，我说哦对了，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在这个地方我要亲你一下，然后黄先生就说。大哥，这是我埋的彩蛋，真的完全把导演的计划破坏了。对，因为他想要的是我们两个正式开演的时候，他要一个真实、猝不及防的一个反应。我还告诉他了，因为这事在我看来是，我怕他等会儿不知道，怕我扇他巴掌了。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我跟你说了，我是真没告诉你那一下。我觉得说不定你不跟我说，我演得更好。其实挺好的，因为妍希老师够专业，他也可以当做他不知道这件事儿去进行真实的表演。咱们这和你讲的就是姐弟恋的故事嘛，那你觉得在爱情当中年龄差会是问题吗？肯定会产生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俩在戏里面，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要面对很多职场和家庭的压力。那很多这个东西，我在那个年龄我就是理解不了。这个我觉得是很现实、客观摆在这里，你通过爱情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肯定年龄之间的这种差距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相对来说会比同龄的困难一些了。对，但是就是看这一份感情够不够情比金坚，能不能克服这些问题。而且我觉得也要看个人的心智年龄吧，就是有些人可能到40-50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宝宝，有些人可能20岁了已经思想很成熟了，可能经历也不一样。就是就像戏里面的礼物一样。因为他刚才在说的时候，他的手是这样在往这边指。这是一个单纯的表达。哎，我懂，我明白。我觉得还是看人，还是要看人，看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是。刚才就会说这礼物是跟他最像一个角色，那你会不会就像礼物一样直球追爱？会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我真的遇到我很喜欢的这个人的话，如果我碰到这种，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害怕他从就是手掌里面就这样彻底溜掉了，就还是很想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可能也会比较大胆的去追求他们。合作下来就觉得彼此最姐姐和最弟弟的瞬间会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两个要么是同龄，要么是他是有时候像妹妹。真的，我真没骗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真的，因他有时候他也很幼稚，不是很 man， 是他很幼稚，然后会照顾人吗？他在这儿质疑我，我听出来了，是啊，没有啊，我就说的我不想问你说句话，我就
整部戏，我觉得它让我最有安全感的一场戏，其实是在河边抱吻的那场戏。就是不能夸，你知道吗？这个人没有啊，主要是因为那天那个河他抱的我的方式，又是要导演希望是直着抱比较好看，我不是那种就是等于是背着的，可能还会比较好抱一点。直着抱其实很困难，然后那个水它的那个下面那个石头其实是长青苔的，其实很滑。他要抱我一次一次来回走，其实很危险，对，不是很好走。我光是我自己走我都觉得很难走了，但就是那天他就是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稳稳的带我渡过那条河，那是我觉得就是整部戏里面最美的一场戏。开心啦！我们看在剧里就是一口一个姐姐在叫，那私底下会怎么称呼呢？米歇尔，他的英文名叫米歇尔，英文名叫 Michelle， 我觉得是很顺口的一个名字，也挺适合他的一个名字，所以经常这样喊他。对，我偶尔叫他 Daniel， 然后大部分是叫他周柯宇，叫全名，就周柯宇，或者弟弟吧，有时候这样，因为他有时候在现场就会一直讲话，一直闹，我说弟弟，歇会儿吧，可以了，等一下，等一下，对，把你的能量有点力气，留在我们的表演上面。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逗他开心，也逗大家开心。我想用心良苦，大家这样的话，我们工作会更加的，我们一起会更开心。是的，真的用心良苦啊！是呀，这个心意说起来了。最喜欢对方怎么称呼自己的？就没说吧。帅哥吧。啊？我不会说。有人说礼物是狼仔，也有人说是狗嘛。那你觉得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的角色和本人？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但我是觉得挺可爱的。好不好？我觉得挺可爱的。不可爱。仓鼠。小仓鼠，他是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的脸比较圆，然后也很容易肿，他就觉得脸圆圆的很像。你看他真的，你不觉得吗？就比如说，就往嘴里，早上起来就是对 hamster 真的很像，很可爱。这是角色还是本人呢？本人吧，角色觉得可能不会把觉得他像什么，都觉得是女神嘛。我觉得小狗吧，真的挺像小狗的，就角色跟本人都挺像小狗。小狗为什么像什么样的狗？傻狗吗？你是什么狗啊？就是主人这是会一直绕圈的那种小狗。那它什么品种啊？就是会像小狗吗？就是小狗本人啊。是吧？就觉得很可爱，是吗？还是比较帅气多一点的，肯定。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狗吗？我如果是狗的话，我想当像金毛这样的狗吧，智力很高，智力，那是哈士奇吧之类的，对不对？金毛还是很聪明的，金毛都可以做导盲犬啊。金毛是，但还是很就是，很聪明的那样，根深蒂固了已经。如果让你用一种饮品来形容对方角色的本人，会是什么？我觉得礼物可能有点像鸳鸯吧，就是它有很奶的一个方面。奶茶吗？对，它等于是有奶油，然后有奶有茶，对，然后就是有茶也有咖啡因，也有比较刺激的一部分，可能它像后期它也比较有像小狼狗的那部分。他这么一说，我得想想我接下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然显得我很掉价儿，你知道吗？好想想啊。茉莉就是很清新的感觉，曾经在礼物的视角里是这样的，就是平时穿衣服也是那种很清新的颜色的那种感觉，然后白月光那种。对。那觉得本人呢？本人呢？我觉得可能像姜汁可乐吧。姜汁可乐吗？平常就是我最不爱喝的就是姜汁可乐。我在问我觉得你是怎么样，对吧？对，就是平常就是看起来快快乐乐的，很开心这样子。但是姜也是有时候会有点呛，它平追起来也是挺呛人的，也是够平的。是的。樱桃汽水。都是汽水。因为我最讨厌喝，我最讨厌喝的是，你不觉得很像药的味道吗？姜汁可乐才像药，好吧？樱桃就是樱桃那个甜的，就很像在喝感冒药的感觉。姜汁可乐呢？你会更喜欢喝哪个？我喜欢姜。哦，温补对女生很好。好吧，也是哈。那我的点是比较有活力，并且比较cherry 樱桃就也有点像仓鼠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录下去了，我要先走了。小梅姐有没有看过就是电影的一些舞台视频？看过一些，
他以前做过 reaction，所以你们这一套已经是被人应用过了。不一样的，说不定我们有3个，想来让你看一下。如果你们还有那个什么唱 rap 的那个没有。，OK，然后有女团舞，对不对？没有。OK。Behold。哇塞，粉色头发，你是染的吗？假发。哇塞，好帅哦！哇塞，我不想跟他做这个reaction视频了。粉色的头发，哇塞！我感觉在哄小孩一样。我不玩了。手机是人家。好喜欢哦，我要平复一下我心情。那个视频是我在那个舞台上那个透光布脱衣服的视频，他看到第一反应是，我没有想到，就没有心理预期了。好，我也不要看这个。就是笑场了。对，因为我的扣子开了。可爱，好害羞哦，好可爱哦。跳过，等一下这趴子的内容全部剪掉。再来个特写，耳朵又红了，慧真的特别可爱，每次只要一害羞，耳朵都红通的。姐姐对这3个视频的评价是？这3个视频评价帅，可爱。他说的这些评价就这样的。这是什么？左耳进右耳出。没有很真诚啊，听不出来。其实会跟他在片场或者是旁边不太一样，就是感觉很高冷，是很高冷。生人勿近，是的，很安静。从接下来开始，我在整个采访的声音就很高冷，一定是非常低沉的。我们来试试看他能撑多久。然后我们下一个就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他已经问过了，你没有机会了。你刚才已经问过了，我来问你吧。那你没回答。我回答，我的行为已经回答了。问他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我高冷吗？我觉得你挺高的。不好吗？好，挺好的。我是个儿挺高的。不是你想要当一个很高冷的人吗？高也不能说想要当一个很高冷的人吧，就是希望在也不希望完全身上没有这个特质，因为我真的是这样的人。我以前真的是这样的人。以前真的是我。但没关系了。就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高冷一点了。对。但也不到冷，说实话，你第一次见面也不是冷。其实也不是冷，就是比较内向。有点怀念。我其实安静，这个世界静悄悄。上一位上场大家跟这个留个问题啊，问你们这拍戏的时候最崩溃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在夏天拍日外的时候，还要穿冬装的时候。这对我来说确实是最崩溃的事情。对，因为弟弟就是新陈代谢非常的好，就很容易流汗。对，我很怕热，只要一热就会流汗。这部戏拍的都还蛮开心的耶，我没有特别觉得非常崩溃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前期一些戏份就是会比较难受的是。对，跟分手的时候的一些情绪比较大的戏会比较崩溃。对，除此之外，私底下相处大家都很开心。那秦老师，他给你专门留一个问题。专门留一个问题。兔周柯宇这种。兔周柯宇啊。啊，真的？那你早说啊！那我想的是猛一点的。猛一点的。猛一点，对自己的身高给对方，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对呀，你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就是给周柯宇。不是，我觉得乔哥这个问题问的，他就没有给我留什么回答的余地。他说：“那我想一个吧，对自己身高对别人造成这么大困扰的情况下，你怎么看？那意思就是你说吧，怎么办吧？这事儿，你说你自己说，你怎么解释吧？给我跪下，我跪下。就是很抱歉吧，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姐姐会觉得有困扰吗？会，而且他很坏。”啊！他会一直笑你，我没有。就我在他前面，他就说：“哎，人呢？人呢？”他就说：“你不能长高一点。”对，有时候走戏时候，为什么把腿砍断呢？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就是说走戏，他要说一句话嘛，讲他台词，你刚才说话，
所以现场我们会需要备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要不然就会要麻烦工作人员铺很长的苹果箱。如果是要走路的话，但对女演员很友好的是这样子，我永远都是俯拍。哦，对年纪对比较小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来玩。默契2选1，两个人中谁更会照顾人？3、2、1。我觉得比较互相吧。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了，对。女生可能会常常需要穿高跟鞋啊什么的，就是弟弟比如下楼梯就会帮忙扶啊。包括我最近就是刚好脚真的跟戏里面一样，就是受伤了，然后就是他也会比较扶着我照顾我这样子。这两个人中谁会更容易害羞？3、2、1。都觉得是弟弟。那姐姐如何一句话能让弟弟害羞？没，他不会让我害羞的。你怎么可能一句话能让我害羞得了？这叫是姐姐，这叫是姐姐，瞬间，你看，瞬间。行，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太好玩了。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两个人中谁的胆子会更大？3、2、1。无需多言这种情况，我胆子还不大。胆子哪里大？咱俩前2天去录的那个密室节目，我在里头胆子还不算大。你的那个鸡你都不敢碰。你有什么话要说？说实话，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好了，下一个问题。对，去密室玩就不怕。他怕黑，当然我也怕黑，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他胆子会更大一点。看什么事吧。两个人中谁回信息会更快？3、2、1。差不多吧，我俩差不多。就是看到就会回，看到就会。对，也没什么特别理由要不回。对。对啊，不是。对。全场最高，到处撒娇。要问他谁？科一宝宝。科一宝宝。回复一下呢 OK。姐姐会觉得就跟你很爱撒娇吗？我没有很爱撒娇，你没有很爱撒娇我没有很爱撒娇。那看你怎么定义撒娇这件事情。就是撒娇字面上的意思，撒娇。下个问题，我来读这个。陈妍希在现偶里还是很有感觉啊，有一个表情，自己看吗？自己回复一下，有什么想说的呢？现在感觉说谢谢啊，要来看橘气蝴蝶啊，谢谢你哦。以前就有看过这个新作品。有，那些年，很经典的，对。身价1。什么呀？但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挺神奇的。你想，就是那时候你出生了吗？我不做了，我不做采访了。坐下。就是，其实也是很前辈的演员，然后，哎，这些是有点自行了。然后我们就是后来可以见面，然后一起合作，因为他我觉得和以前没什么变化，就是我以前看他长什么样，现在他还长那样，所以其实这个会更有视觉冲击。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有些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随着岁月的冲刷洗礼，对吧？哎呦，还是有点的啦。不是，还挺使劲儿。我力气有这么大吗？没。继续吧。对。啊，下一个，所以啊，这不马上就来了吗？陈妍希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了，哇哦！是你的粉丝吗？也那不一定，万一他是柯南的粉丝呢？对吧？也有可能。对啊。不管你是周柯宇的粉丝还是柯南的粉丝，我都谢谢你。还有最后一个。周柯宇像为姐弟恋而生的。下面一个，主要是他年龄也是真小。也会有哥哥的感觉吧？你能照顾人的感觉。当然。但算了。当然。就是不能夸，你知道吗？这个人。怎么妍希有什么想？没有，我觉得弟弟他虽然年纪很小，但他的确他的样子跟他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比他的真实年龄再大一些。是夸奖。是夸奖。然后最后